各位朋友大家好啊 ，HiRes 大家应该都听说过吧？那什么又是 HiRes 呢？估计很多人还不知道。HiRes 是一种音频装备的能力认证，即高分辨率音频。这种音质能够还原音乐中更多的细节和动态范围，使听众能感受到更接近原始录音的音质。HiRes Audio Wireless 则是 HiRes 的一种延伸认证，就是无线高解析音频认证。这两种认证都是日本音频协会 JAS 的注册商标。今天我给大家带来就是具有这两种认证的一个音频设备的试听和拆解，就是这个漫步者的 N300 多媒体音箱。这个音箱它有2层包装，从牛皮纸箱内拿出白色的音箱本体包装，整体经典的白色的颜色，简约大气，用突出的银色勾勒出箱子的外形。左上角就是漫步者的 logo， 这上面就是双金标的认证 logo。打开箱子，一张黑色的说明卡片，让你轻松的上手音箱的各种各样的功能。配件装在2个袋子里面，8支电源线1根 ，AUX 对路音频线1根，非常粗的主副音箱连接线1根，带屏蔽磁环的 C2C 的数据线1根，还有一个 A 转 C 的一个转接头1个。另外一个袋子装着一对海绵材质的音箱脚垫，是一对有着15度倾角的垫子。音箱放在这个上面，可以让音箱对准耳朵，从而获得更好的音质。盒子里面还有一张产品的3包服务卡片。这款 N300 有丝绸白、缎面黑和知秋木3款不同的颜色。我这个就是丝绸白，手摸上去这个有非常细腻的亲肤的感觉。音箱的前面看上去比我的手掌大不了一点点，白色颜值确实是非常高。作为桌搭使用，我觉得是非常不错的。2只音箱的整体重量 3.07 公斤，一对音箱6斤重，主音箱的重量是 1.6 公斤，副音箱的重量是 1.45 公斤，2个音箱的重量是相当的。音箱的上面是丝膜球顶高音单元，下面是一个3英寸的铝盆中低音单元。音箱顶部隐藏式浮光按键，伸手即亮，离手间隙，非常有意思的设计。主音箱的背面有导向孔、AUX 音频输入口、Type-C 数据输入口、副箱连接口、音箱的电源接口。副箱的背面则是导向孔和主箱的连接接口。音频性能是衡量一款音箱品质的核心标准。漫步者 N300 可以拿到有线和无线的双金标认证，说明这款音箱对音频处理更加精细。它的频响范围从58赫兹到40千赫兹，这意味着音箱可以重放更低沉的鼓声和高亢的女声、弦乐等等。24比特96千赫兹的采样率，让这个音箱轻松地展现音乐的丰富层次和细节。采用了双功放独立驱动的设计，分别驱动高音单元和中低音单元，总功率高达66瓦。无论是欣赏古典音乐的细腻感，还是看电影时爆炸场面的力量感， N300 都能轻松地驾驭。蓝牙 5.3 的加入，声卡功能， AUX 音频输入的支持，赋予了这款音箱更多的使用场景。漫步者手机端的 APP 软件，我们还可以设置更高的音频采样率，来全面的提升整个音箱的音质。软件内丰富的音效模式，只有大家亲自去体验。说了这么多，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这个 N300 的音质。后面的话，我们直接把它拆开。这一个漫步者 N300 的音箱试音的话，我们肯定不能单单的用音乐来做试音，我们肯定要加一个电影的精彩片段进去，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个音箱迸发出来的震撼的音效。然后就是音乐欣赏，让大家感受一下它高品质的音乐。Danny Currams, negative! Radio's down hard, it took some rounds! Shit! Oh! Oh, fuck! Marcus on me! Fuck! We're falling back! You mean fall off? Yeah! Fuck! Axe! That's on me! Ready? Hold back!
But I've known you too long, it hurts to watch your blue eyes fade to gray as you fade away, as you fade away, as you fade away.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拆解这一个漫步者 N300的多媒体音箱。这个音箱700-800块钱，拆了确实是有点可惜了。所以说大家不要模仿我们，你们要看拆解的话，看内部的用料，就看我的视频就可以了。大家拆了过后，这个外观就被破坏掉了，可惜了啊！首先就是卸掉音箱上面这6颗螺丝，使用塑料的撬击片把这个挡板给它撬出来。打开音箱的这个后挡板，音箱内部有一个吸音棉。卸掉白色的倒向孔导管的螺丝，同样的方法取出副箱的挡板，内部一样的有吸音棉。这一对就是音箱的倒向孔导管，螺丝固定的地方有泡棉，非常厚实的做工。这是主副音箱内部的吸音棉，一种吸音材料。卸掉固定电源插座的2颗内6角螺丝，这一根排线是连接音箱的触摸控制的排线，这2根是高音喇叭和低音喇叭的连接排线，每一个排线插座上面都有红胶进行固定。断开控制排线、喇叭线，这个就是音箱的主板。副箱的连接处是一个小板，用螺丝进行固定的。副箱的后盖板、主箱的后盖板，主板是通过螺丝进行固定在后盖板上面。主板的连接座子上面有泡棉进行保护。这里还有一个硅胶的垫片衬住主板，以防止主板在内部的震动。我们可以看到主板上面电源的供电部分和功放部分用这种麦拉片做了一个隔离。同样的用撬击片来撬开音箱的前面板，这个面板卡得非常的严实啊。主箱面板上面有蓝牙的延长天线，差点扯断了。卸掉喇叭上面所有的螺丝，固定喇叭的螺丝一共采用16颗自供螺丝，各种连接线外部都缠绕有泡棉，这是一种声学处理。3英寸的中低音单元，1英寸的丝膜球顶高音，这一对高音单元340克左右，这一对低音单元1.15公斤。主音箱的触控板被安置在音箱的顶部，音箱的后盖安装的地方都有缓震的泡棉，这是声学处理。这就是起到隔离作用的一个麦拉片。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主板，然后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它的电路情况。
这就是咱们拆解下来这个音箱所有的东西。主板电路部分分为电源部分和功放部分，电路板上有明显的隔离设计，避免噪声干扰。PCB 的厚度为 1.5 毫米左右，整个板子的做工非常的不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电路的用料情况。喜欢音响 DIY， 喜欢搞模机的铁子们，接下来的内容你们是不能错过的。首先就是这一个 N300 音箱的电源部分。音箱的220伏输入端采用8支电源线，输入端保险丝为速丰慢熔断保险丝，厂家未知，规格是 3.15 安，耐压250伏。绿色的 NTC 热敏电阻用来抑制插电浪涌电流，适应型号 08D050， 来自成立于1998年，一家专业从事电子陶瓷材料、微波介质陶瓷材料和红外线接收模块的研发与生产的公司。厦门万明电子。黄色的安规 X2 电容，规格 0.1 微法，耐压300伏，厂家也没有查到。供膜电感采用的是扁平铜带绕制，底部有黑色的塑料支架进行固定。这种供膜电感滤除 EMI 杂波，效果是非常不错的，用在音响上面对音质的提升非常的有帮助。整流桥适应型号 KBP204， 按适应来看，这是一颗2安耐压400伏的整流扁桥。厂家的话还是没有查到。高压滤波电解电容来自成立于2008年一家专业生产铝电容的厂家湖南益阳安心电子。这个电容的规格是47微法，耐压400伏，属于安心电子 CD11GL 系列小底级长寿命高可靠性电解电容。一颗小的电解电容为电源主控的供电电容，来自成立于2006年一家专业从事铝电容片式电容的企业深圳新中源电子。这个电容的规格是 4.7 微法，耐压50伏，属于新中源电子 GS 系列标准电容器。N300 多媒体音箱电源的主控芯片，适应型号6660，来自成立于2003年一家开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质电源管理集成电路产品的公司无锡硅动力微电子。这是一款高性能多功能模式的 PWM 控制芯片，芯片可以工作在跳频及绿色模式，以此来减小空载和轻载时的损耗，也可以工作在 QR 模式及 CCM 模式，提供整机的工作效率。芯片具备很低的待机功耗，拥有完善可靠的保护功能，确保系统的可靠性。电源的主开关管适应型号 CS7N65F， 来自成立于2003年，已经拥有芯片设计、晶圆制造、封装测试等全产业链的一体化运营的半导体企业无锡的华润微电子。这是一颗7安耐压650伏的 N 勾道增强型场效应管，这一部分电路是用来抑制开关电源工作时产生电压尖峰和电流尖峰，保护晶体管和开关管等器件不受尖峰干扰的 RCD 尖峰吸收电路。这一颗光电耦合器适应型号 EL1019， 来自成立于1983年全球知名的 LED 生产企业台湾的亿光电子。这个光耦是亿光 EL101X 系列光电耦合器。这一颗光耦跟旁边的 TL431稳压芯片，两者结合使用，构成最简单的开关电源控制回路，实现稳定的电压输出，用来抑制电池干扰和供膜噪声，确保电源设备的电池兼容性和安全性的插件安规 Y 电容，规格是1000匹法，耐压400伏，厂家没有查到。这一个就是电源的高频变压器，上面有厂家的适应信息，外部有耐高温的绝缘胶带缠绕进行保护。这边是初级，这边是次级的电流输出端。这一部分电路是电源的次级电流输出电路。次级输出部分采用的是一颗适应 SR5150 的肖特级二极管进行整流，二极管的规格是5安，耐压150伏。两颗电解电容进行次级滤波。电容跟主高压电容一样，来自益阳安心电子。两颗电容的规格都是1000微法，耐压25伏，属于安心电子 RS 系列高频低阻高文波电流电解电容。两颗1000微法的大容量电容为音箱充沛的低频提供足够的能量，从而应付大动态场景，就不会出现失真的情况。次级输出这里还用到一颗供膜电感，为的就是减少电源的电磁干扰，它提供高阻抗，以阻止高频供膜噪声的传输。两颗滤波电容输出2路直流电，用供膜电感再次为电流进行滤波，这样可以确保输出的电流更加的纯净，带来更好的音质体验。
这一部分降压电路就是音箱的控制部分电路的供电电路，主要负责给音箱的主控 MCU、蓝牙芯片、电频转换器供电。一颗黑色的贴片电容器，规格是220微法，蓝牙25伏，厂家没有查到。这是降压电路的输入滤波电容。10微亨的贴片合金电感为降压电感。降压的控制器芯片私印型号2332，来自成立于2016年一家高性能电源管理集成电路研发与销售的公司——北京的新洲科技。这是一颗高达32伏、宽输入电压范围的3安同步降压变换器，内部集成了高边和低边 MOS 管，提供高效的降压变换。芯片采用峰值电流模式控制，集成补偿网络，使用的时候仅需极少的外围器件。降压电路输出滤波采用堆积片式陶瓷 MLCC 电容2颗。这个音箱的主控及 MCU 芯片私印型号 FT32F030F8AP7，来自成立于2005年一家定位于 MCU 加的平台芯片设计企业——深圳辉芒微电子。这是一颗高性能、具有 ARM M0 32位内核的 MCU 芯片，最高工作频率为72兆赫兹，内置高速存储器和丰富的增强 I/O 端口。芯片包括标准的通信接口、一个12位 ADC 和7个通用16位计数器和一个高级控制 PWM 计数器，3种低功耗模式，保证低功耗应用的要求。音箱的蓝牙芯片模块上面有一颗蓝牙芯片，私印型号是BES2600，来自成立于2015年一家业内领先的智能音频芯片供应商——上海的恒玄科技。这是一款超低功耗蓝牙音频 SoC， 支持双模、蓝牙 5.3 和多点连接，内部集成双核 ARM MC1 CPU 和超低功耗子系统，具备强大的应用处理能力。这款蓝牙芯片的音质在业内是很出名的，不然这个 N300 的音箱怎么可以拿到双金标认证？主箱体的触控部分，触控板安装在箱体的顶部，这里不好拍摄，我们直接上图。触控板有一个触控芯片，私印型号 AS9072DT， 来自成立于2004年一家设计和制造微控制器以及电容式触摸传感 IC 等产品的公司——深圳西海半导体。这是一颗触摸 MCU 控制器芯片，内部集成电容检测通道，它可以用来检测近距离感应或者触摸。通过配置可实现按键、滚轮、滑条等多种应用，并且每个按键都能通过相应的功能寄存器来调节灵敏度。差点被我弄断的这一根线不是蓝牙的天线。主音箱的触控部分，它的灯光我们伸手即亮，离手即熄，这个功能就是靠这一根感应线来实现的。这一颗4路双向电频转换器芯片，私印型号 HT0104， 来自成立于2006年。一家主要生产音频类 IC、电机驱动 IC、电源及相关 IC 的企业嘉兴和润电子。这个芯片应用在多媒体音箱电路中，主要功能就是负责蓝牙模块与 MCU 之间的正确传输数据、音频信号处理的完整性、按键或触摸传感器接口、信号电频匹配、双向通信支持，以及保护增强系统的兼容性和可扩展性。3颗五角芯片，这一面有2颗。背面这里有1颗，3颗芯片的私印型号都是 CHDI， 实际型号 BD48158， 来自成立于1958年，总部位于日本的全球著名半导体厂商之一罗姆半导体。这是一颗高精度低电流电压检测器 IC。这3个芯片的作用是跟前面的4路双向电频转换器芯片在电路中协同工作，以提升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电压检测器确保电源电压的稳定，而电频转换器则确保不同电压域之间的信号转换和通信。这一片区域就是这个音箱的核心部分——功放电路。它有2路功放驱动左右声道的高低音单元，也就是说4个喇叭单独驱动。功放电路输入滤波电容，左右声道各1颗。这个电容来自成立于1995年一家国内较早从事铝电容器研发、制造、销售的企业东莞宏强电子，他们家的电容叫帝康电容。这2个电容的规格是220微法，蓝牙25伏。SHQ 系列的电容，宏强电子官网没有这个电容的资料。左声道和右声道使用的是同一型号的功放芯片，私印型号 TAS5822mm。
来自成立于1930年一家主要从事创新数字信号处理与模拟电路方面的研究、制造和销售的跨国企业——美国的德州仪器。只要你是音频发烧友，这家公司你100%知道。这是一款具有96千赫兹增强处理能力的35瓦输出、无电感器、数字输入、立体声闭环的低类音频放大器。能够独立驱动高音和中低音两组扬声器，将音频信号处理得更精准、更出色，还原真实的听感。左右声道分别使用4颗4音100 10微亨的合金电感和4颗贴片式 MLCC 电容组成输出端的 LC 滤波器电路，用于提升音频质量和保护4个喇叭单元。2颗大的合金电感用于过大电流，用来驱动中低音喇叭；2颗小的电感就是用来驱动高音喇叭单元的。这是音箱的4个喇叭单元，2颗球顶4模高音单元，这上面有泡棉，安装在音箱上起到缓震作用。背部的磁体单元，喇叭的做工相当不错的。这是2个3英寸的中低音单元，喇叭上面的振盆采用的是铝合金振盆，这是背面的磁体，做工细节给大家看一下。箱体采用的是密度板，做工非常的扎实，切割的细节非常到位。这是箱体的后面板，做工和细节也是非常到位的。这是箱体的前面板，没有任何的毛刺。最后补充几句，喜欢魔机 DIY 的发烧友，看完我这个电路的介绍，应该都知道从哪里下手改善音质了吧？音响发烧友的最高境界在哪里，知道吗？就在这个地方，电源。关注我吧，多了解电源。这个漫步者 N300 多媒体音箱经过试听和拆解，音箱确实是很不错。手掌大小的箱子竟然有这样的音质和声场，看电影时令人震撼，听音乐时让人沉醉，动感音乐响起的时候让我不由自主地律动起来。这不就是一款好音箱该有的样子吗？经典素雅的外观，不管配什么桌搭都是恰到好处。700左右的价位段，谁来跟它比？别说什么深情 A2+，什么真力音箱，那都不是一个价位的，可以比吗？喜欢我的视频，喜欢我的频道的老铁们，一键3连，点赞、关注、投币走起，有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更新的动力。谢谢大家观看，咱们下期视频再见。